他是中国最年轻的拳王，同样也是中国唯一一位5星级拳王。刚20岁出头的他就已经斩获了多条冠军金腰带，今天就要迎战世界第1剑之羽量级世界冠军。他就是来自江西的职业拳击运动员徐灿。充沛的体能加上高频率的出拳，保证了徐灿在擂台上的续航能力。了得的拳法和精湛的战术足以让徐灿在擂台上是神。目前为止，徐灿没有输过比赛。他今日所面对的对手是美国的世界第1罗哈斯，此人手中有一条足以撼动整个羽量级的金腰带。凭借这条金腰带，这家伙就在赛前说徐灿就是一个黄毛小子，根本就没有资格拥有这条金腰带，还声称自己会把徐灿打哭，让他知道我的世界第1并不是徒有虚名。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徐灿是如何把世界第1打报废的。请长按3秒点赞。比赛开始，罗哈斯率先开始对徐灿发起猛攻，然而徐灿并不惧怕眼前这位世界第1，面对世界第1的猛打猛冲，徐灿根本不怂他，双方上来没有任何的试探，直接就是兵锋相见，拳拳到肉。因为徐灿他反而倒是选择了以往他并不太选择的这个中长距离的这样的一个进攻，对，而今天他更加主动。其实他的这个臂展，他身高1.75米，臂展1.75米，他在他的这个级别当中臂展是非常有优势的，甚至说他这个身高在这个级别当中其实是不常见的，因为他本身是130磅的选手，降重打。第5回合还剩1分钟。啊，徐灿的组合拳，在中国拳击历史上，一共仅有7位选手冲击过世界金腰带，20多岁的徐灿就占其中1位。拿到冠军挑战权的那一刻起，徐灿就积极备战，反复仔细研究对手的漏洞。经过团队仔细研究罗哈斯，得出以下结果 ：KO 罗哈斯的几率很渺茫，战胜罗哈斯的几率其实很大，所以赛前定制的战术极为重要。这下又是，徐灿想稍微拉开点空间，利用自己的长拳进行一个有效的距离攻击。徐灿在以前的比赛当中啊，他比较明显的，或者说唯一的一个技术弱点就是他的拳呢相对来说轻了一些。所以就是在世界大赛当中啊，你面对这样的拳王级的选手首先，如果你作为这样的一个报价比较出色的选手的话，你能不能抵挡住对方的重拳？另外就是你的连续进攻会给对手造成多大的伤害？这也是为什么他之前的比赛当中 KO 数比较少，但是还能赢。但问题是你面对拳王级别的选手，这个时候如果你的拳轻的话，那对面能够收回喽！说徐灿这个拳轻啊，罗哈斯的进攻攻势正在逐渐增强。以徐灿的实力来说，与罗哈斯大战10回合应该问题不大，因为徐灿的教练团队已经给徐灿制定了一个完美的作战计划，最起码不会在点数上输给罗哈斯，除非罗哈斯 KO 掉徐灿。然后徐灿他这个绰号是叫这个怪物啊，对，但他其实本人是一个比较腼腆的，所以他这个绰号跟他这个人的性格啊是有一定的这个反差的。主要就是因为有反差的，10几岁刚刚转入职业，就让人觉得是个怪物啊。当然他在最后1分钟。躲开了一记复仇直勾拳。徐灿的节奏确实做得不错啊！你看报价防守之后连续的组合拳，关键就是看他的这个防守报价能不能够挡住对方的重拳。从这个回合开始，他的战略有一些的变化了，他开始主动去压迫了，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压迫。那毕竟在12回合的比赛当中啊，每一个回合甚至每3个回合之间呢，可能局面都会完全不同。是。经过试探以后，徐灿开始对罗哈斯发起猛攻。中国怪物徐灿开始发力了，就看罗哈斯能不能招架得住。拳击这项运动在美国非常流行，所以很多国家的拳击选手都喜欢来美国打比赛，因为美国拳击高手云集，特别有挑战性。
徐灿一旦咬住了罗哈斯，绝对不会轻易撒开手。对硬扛打的能力是很有自信的。哇，漂亮！又是连续的组合拳命中。现场这欢呼声啊，徐灿仿佛是在主场。来嘛，suelo puño, ok, let's go, limpio, vamos, let's go。拉开空间。哦。那刚才这一下呢，罗哈斯的节奏好像稍微有点乱了。罗哈斯又开始对徐灿发起猛攻，在罗哈斯发起猛攻期间，徐灿也在不停对罗哈斯发起防守反击，尽量将点数优势控制在自己手中。且战且退的徐灿打得依然很稳定，最起码没有将太多的漏洞暴露给罗哈斯。近距离拼拳，徐灿得想办法拉开。哦，反倒是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徐灿这样的组合拳反倒更有优势。徐灿的进攻攻势又增强了一个等级，不管罗哈斯施展什么样的进攻招式或者是动作，都无法阻止徐灿对罗哈斯发起防守反击。如此一来，徐灿的教练团队给徐灿制定的战术特别实用，最起码没有在点数上败给罗哈斯，除非罗哈斯力量非常大，拥有一击致命的招式。本手包括之后的组合拳啊，都能够命中，三个地势都打散对方的报价。这个比赛如果真拖到后面，胜负真的非常难说。经过长时间的换拳，二人对彼此使用的招式也是非常的熟悉。罗哈斯也已经知道徐灿的战略部署，反观徐灿也是看透了罗哈斯的战术打法。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出现 KO 或者是 TKO。且战且退的罗哈斯此时并不敢与徐灿展开正面换拳。哦，连续命中，打得不错啊。对，他的速度确实比对手。罗哈斯只要一时间没有做好他的防守报价，紧接着就是2到3拳。他第一下有点来不及反应。对，罗哈斯明知在点数上比不过徐灿，则是对徐灿加强了进攻攻势。比赛即将接近尾声，此时罗哈斯发起主动进攻其实并不晚。反观徐灿绝对当仁不让，毕竟对于徐灿来说，这是一战成名的好机会，岂能轻易放过世界第一罗哈斯？现在为止，之前一直保持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活动嘛，还是很灵活。OK，let's go。
有关系，应该是有关系的。因为徐灿的年龄毕竟比起罗哈斯要有优势多，而且呢，我们看这个回合上来之后，罗哈斯主动进攻的次数减少。徐灿也随着罗哈斯增强进攻攻势而增强进攻攻势，不管罗哈斯如何反击，徐灿依然是处于猛打猛冲的状态。看来徐灿的体能还是很充沛。罗哈斯见状急忙转变战术，看来罗哈斯内心开始慌了。而到现在，即便是被罗哈斯的重拳击中，徐灿也没有出现任何的被击倒的情况，这恐怕也是让罗哈斯没有想到的。都是3分钟。比赛还有最后3分钟，此时的二人已经打了11回合33分钟。20多岁的徐灿能打成这样属实不易，如能坚持到比赛结束，在中国历史上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确实，今天双方在出拳的这个速度上，在攻速上，整个徐灿这样的优势非常明显。徐灿今天走的是攻速流的，连续的勾打但还是没有形成实质的伤害。因为最关键的这个头部徐灿的这个摆架始终做的相当到位。对，最后30秒。时间还剩下最后30秒，罗哈斯依旧是在被追着打，就算能做到精准的防守反击，那也无法阻止徐灿凶猛的进攻攻势。碰到中国怪物算是罗哈斯的不幸。持续出来，对他赛前说过的说话，对的这些牛已经被打破了。最后这个是完全，最终徐灿拿下了比赛胜利，强势夺走了罗哈斯的羽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感觉徐灿打得好的话，请多多点赞，让更多人看到徐灿的硬气。